我们本来就是姐弟恋，一开始他还挺听我的话的，现在他却越来越不受我的控制了，只要一言不合就往外跑。我女朋友控制欲越来越强了，我感觉我的生活像被安装了一个监视器一样，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一双眼睛。我觉得现在很没有安全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王22岁，来自成都，信贷业务经理；小齐26岁，来自新疆，主播。有请。欢迎两位哈。恋爱几年了？3年。怎么认识的呀？朋友聚会上。哦，现在在哪儿生活呀？成都。哦，你也在成都是吧？对。现在到了哪一步了？你们的感情？今年开始说到结婚这个问题的。要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是吧？对。我觉得他最近的变化，就是因为在我提出结婚之后才出来的。哦。就之前他都是很听我话的，因为我也比他年长几岁。他之前什么事情都很依我的。然后今年因为我是已经快27岁了，我们家也催得比较急，然后就提到了这个结婚的问题。一开始我们是因为彩礼的问题，就有点不高兴了。当时是2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说的是6万8嘛，因为在我们家那块儿就是彩礼是10万打底，当时说6万8，其实我妈也没有说什么。然后我妈就是给我们老家那边的亲戚朋友说到这个问题了嘛，然后就想提到8万8，但是我们家结婚之后会返给他们2万，就相当于还是6万8。但是我妈就是说给别人就是8万8，可能就数字好听一点，就有面子一点。然后这件事情他就直接就翻脸了，就吵了很多架。你别变卦呀！如果一开始说8万8，我们家同意的话，那也可以啊，对吧？我就觉得6万8他们家就已啊，经不是很同意了。那比如8万8，后面再过几天，是不是又说10万8了？对吧？臭小子，一开始说8万8，后面说1万8，能不能变这个卦？能吗？还是给8万8？真的假的？真的。第一次，你确定哈？双方吃饭跟数字没有关系啊，是个诚信问题。你的意思是吧？对。我不觉得，我就觉得他觉得一开始6万8就很高。因为就是在成都这边，他朋友都是3万8嘛，然后我们家就说到6万8的时候，当时他就有点不太高兴，就说大家都是那个价，然后我妈就说我们后面返你2万块钱，就你们家还是掏6万8呀，然后他就觉得不开心，他就不愿意出这个钱。本来这件事性质就有问题。我觉得他就是不相信我们家就会返那个2万块。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觉得性质有问题，一开始说多少就多少，你后面突然又涨个价，那我怎么回去交代嘛？也没让你们家多掏钱呀。行，彩礼这是一个冲突，还有什么冲突啊？还有就是我想的是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共同付一个首付，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家是有婚房的，我就有点没有安全感。我是想有一个房子写我们2个人名字，我们一起还贷款的。没有必要啊，你这个婚房也是去年才交的房，就是给我准备的婚房，也没有贷款什么的。那也是给你的呀。那你为什么结婚非要加你一个名字啊？你抱着什么心态去结婚的呀？他前面说的是结婚你必须给我生个孩子，你生孩子我才给你写名字，搞得我过去你们家跟个生育机器一样的，还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才能加上我的名字。我不想再买房，本来就有房，为什么再去买一套当房子？行，听明白了，这个也达不成共识啊。达不成啊。那这婚还结啥呀？真是。他之前给我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嘛，我们就是因为这2件事情也是吵了很多架嘛。他一吵架就跑出去喝酒，还是跟异性喝酒，凌晨4、5点才回来，每次还都是不同的异性，我删都删不完啊！你的朋友圈的异性女生。那我不可能叫我朋友出来吧？我朋友都结了婚的，深更半夜吵架，我不可能给我朋友打电话吧，影响别人家庭。所以那些异性朋友是哪儿来的呢？他就加的呀。有朋友的朋友，有出去玩喝酒认识的，就是一生气就出去喝酒。差不多就是。差不多。那为啥呢？他太烦了，我想躲一下他。你出去躲我，然后就在外头找其他的女生喝酒，然后凌晨4、5点才回家。他又说他喝酒，那我又不知道
他干什么，他中途也没有接过我电话，那我看过4、5点回家了，我回家了就给他发了消那息， 4、5点跟我到家了。夜不归宿有什么区别吗？我至少回家了呀。这是你们在交往3年以来一直的模式吗？就是他一吵架他就出去喝酒，喝酒就跟不同的异性喝酒。之前是的，然后但是就是今年才谈的这个结婚的问题，然后后面的问题他就感觉就完全控制不住了，撒丫子的一股脑的全爆发出来了，已经不在乎我的想法，完全就是那种活得很潇洒，自我感觉就很良好了那种的。我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按你未婚妻的说法，你现在经常出去喝酒，对吧？对啊，刚才你的未婚妻说了一句话，说她朋友圈里的异性删都删不完，哪来的那么多异性呢？有好多女性是认识几年的，还有好多是朋友的朋友，就一起喝酒的时候就加个微信嘛，下次还可以一起喝酒。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现在加这个异性的微信，只要别人想加你，你就不会拒绝啊？就是的，有一次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去酒吧过生日，我是完全不喝酒的，我酒精过敏，但是因为他过生日，当时我也去了，我就坐在旁边，他跟他的朋友们就是喝酒、玩骰子、玩游戏，特别开心。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女生就过来直接加他微信，他就直接加到了，我就说你直接就加了微信啊，他就说你自己说吧。别人过来找我要微信，从隔壁桌过来一个小女孩，那我给她拒绝了，不是挺尴尬的吗？那你不觉得我也很尴尬吗？加了微信我也没干什么呀。哎，我好奇的问一句啊，就是这个女生为什么加你微信？你觉得？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她为什么加你微信，你为什么加呢？因为有时候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上了岁数，所以问这种傻问题，啊，人就觉得很可笑，对吧？就是你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加你微信，那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玩游戏，朋友起哄嘛，起哄让他过来加我的微信。那如果给他朋友拒绝了，起什么哄要加你的微信呢？就平时有时候我们出来有单身的朋友，我们也起哄让他去加别人的微信。哎，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有单身的那种朋友。那你是单身还是？我是谈了恋爱的。你不是单身对吧？我不是单身。所以你也知道嘛，你们起哄是单身的朋友去加嘛，加了之后变成朋友或者变成恋人，对吧？对。不会说起哄就随便加吧？会去加，我们给朋友起哄，朋友都会去加。啊，所以别人加你就是别人的朋友在起哄，是吧？对，然后我也害怕别人尴尬嘛，别人朋友也都看着。那我坐在旁边那一桌都是我们的朋友，我更尴尬呀。我加了又没干什么，他是没干嘛。哎呀，当时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小吵了一架嘛，然后他就回家就嘘寒问暖给人家，到家了没呀？今天有没有喝多呀？你刚加的朋友，你那么关心人家干啥呀？你咋不问问我气消了没呀？正常问候啊。啊？正常的问候啊。不是你说你没干嘛吗？问候不就是干嘛了吗？你不是怕这女孩尴尬吗？对吧？啊，尴尬你加了她不就不尴尬了吗？不尴尬她走了之后你把她删了也行，或者不搭理她不就行了？完了之后她删了。我删了。你不是问候人家，人家才删的吗？我自己想的也是，回去她不开心也要删。所以你反正先联系一下，在删之前是吧？也没有联系吧。全是那种好看的女生啊。哎，我问一下小子，你女朋友是不是管你管得挺严的，在你心里觉得？还跟个监控器一样，随时随地都要给她打报告。夸张了吧？没有夸张。比如有一次朋友聚会，我让了她去，她又不去，就让我到吃饭的地方了，必须要保持视频开着，然后放在一边录着。我又没让你干啥，我让她立个杯子，把手机放到杯子，就这样子立着嘛。好丢人嘛，那么多朋友看着了。我这不是远程也参加你们的聚会了吗？我又不喝酒。我让你去就不去。我不喝酒啊，你们一去就喝酒。那你搞这一出丢不丢人嘛？我又没让你干嘛呀？朋友全部坐在一桌的时候，他突然让我站起来360度，这样，尴不尴尬嘛？好丢人嘛！不是你喜欢加漂亮女生的微信啊？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跟朋友吃饭的？我都让你去了，自己不去。我来一句啊，你们恋爱一开始他就加其他女生的微信吗？恋爱一开始我也没看他手机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没安全感的？就是第一次我们就是吵架，他就跑出去，然后大概4、5点才回来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从他发小的女朋友那儿知道他是跟一个异性喝酒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他手机了。哦，那是喜欢看手机。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定要让他360度的拍他活动的这个轨迹呢？今年谈了结婚的。啊，那为什么呢？
我就想管一管他，然后我们结婚以后就会稳定一点，毕竟结婚还有好几十年嘛。我问一句啊，你除了跟朋友聚会是需要360度拍的，还有什么时候需要？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包括出差的时候，最多给你就半个小时，是我真的在忙在谈客户的时候，给他说清楚，他可能歇得了那么1个小时、2个小时。完了之后回了酒店，他也要开视频，一直开着，就感觉有双眼睛盯着你。睡觉的时候都必须要把视频开着，而且得把那个手机放在我的枕头旁边，就床头柜那边，就要录着我的旁边那个枕头有不有人。我真的要服了这种行为。这是为啥？我觉得他就是在我心中就没有那么的有信任了，因为之前他前女友也找过他，是要看他们之前养的宠物。他之前跟前女友养了一个狗狗，那过了1年多，他才想起来他们养了一只狗，那到底是看狗还是看人噻？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就直接就说：“那你明天早上来嘛。”我就坐在那儿，然后他前女友就在那儿摸狗狗，然后又怎么样，又说话。你给别人轰走了？那我心里能高兴吗？哪有，都谈了1年多了，他跑回来要看你们养的狗嘛？也没问题啊，就之前大家一起养的，我想的可能有感情嘛，别人过来看一下。是，都过了1年多，那他是看狗的嘛？这个信任都薄到这种程度了，干嘛还要结婚呢？还谈什么彩礼，谈什么房子呢？这姑娘也是。我问一句啊，这个你找她都能找到吗？我要是找不到的话，我就会发朋友圈。找不到就会干嘛？太丢人了，真的。发朋友圈找他。他给我发寻人启事，就和我失踪了一样，发朋友圈寻人启事，太丢人了。但他这个寻人启事怎么写呢？就今天几点，然后我出家门了，大概去的什么地方，有没有人在这个地方见到过我的，然后和他联系，他发红包。我就几个小时没接电话，他就这样发。你干嘛去了不接电话呀？他打游戏呀。我那天是打比赛，在网吧和朋友。那天是什么时候？是我们谈恋爱纪念日，然后白天陪你了的。那天你说好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一起好好相处。他兄弟一个电话，网吧开黑，然后5个人到网吧也没有跟我说。哎，我来问几句吧。这次结婚是谁主导的？我。你现在想结婚吗，臭小子？也想结，不想结我也不会叫大家坐到一起吃饭啊。啊。你做好准备要结婚了吗？应该做好了吧。你是做好准备结婚了吧？嗯，我看出来了，你是克服了千难万险，你是没有结婚的条件，要创造结婚的条件，要结这个婚。你觉得你们俩现在能结婚吗？咱把彩礼和房子的事儿都放在一边，你觉得你们俩现在的这个情感成熟度到了能结婚的成熟度了吗？我觉得他要自律一点。他能自律吗？我就觉得我管严点，他可能就会变好。你管得住吗？反正现在没管住。啊，对呀，那为什么就能说我结了婚之后就能管住了呢？所以这不是挺荒唐的吗？就是还不具备结婚的条件，一定要结婚。你当时喜欢他的时候，那么小的年龄，就是奔着结婚去吗？没有，是谈到现在，就是感觉我也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了？是感情差不多了，还是岁数差不多了？我当时觉得是都有，因为我们也谈了快3年了。那你能结婚之后就不再生气，出去喝闷酒了吗？我觉得他要是能改变一下。改什么呢？不当监控器的话，我觉得我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因为你出去喝酒，所以我要监控你；因为你管我管得严，所以我要出去喝酒。结婚以后有什么打算吗？就正常的生活呀，然后就准备再上几年班，再生孩子。啊，上几年啊？3年左右吧。还有吗？其他就没什么了。啊，那这个结婚和不结婚，现在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多了一个证，其他没有区别是吧？对。我想的是，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先各自努力的做事业，然后他就不要像没结婚那样的二世祖一样的到处出去喝酒，然后找女生诉苦。那就为什么他结婚之后，为什么一个二世祖结了婚之后就能变好了呢？他的动力在哪儿呢？我们是一个新的家庭，难道不是一个动力吗？啊，你觉得新家庭是个动力，但是对他来说，结婚不过是多了一张证，他没觉得是个动力啊。
我们成立这个新家庭，肯定自己身上责任也多了一份。一个人本来是……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我的想法。对啊，他没这想法啊，他只不过就是多了个证而已啊。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应该怎么做吧，好吗？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坐在这儿听啊，越听心情越沉重。我问姑娘哈，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结婚重要啊，还是两个人感情重要？感情重要。但是我看到的是，你所有做的一切，都是想要结婚，你想用结婚来锁定感情，恰恰你的目的性太强了，反而把感情弄没了吧？连最基本的沟通都没有了。那请问，如果没有感情，结婚有意义吗？没有感情的婚姻，你觉得靠谱吗？我懂你，你一直要的是安全感，对吗？结婚解决不了你的安全感，你的障碍在于你觉得你年龄比他大，你觉得他可能和别的女生暧昧不清，你会本能的去管理他，但是恰恰你过度了，而这种过度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彩礼的事情，6万8到8万8，你就在制造双方家长的问题，你知道吗？还有各种的监控，各种朋友圈的寻人，当然他有问题，也借着这个机会他报复你，他明知道你会闹，他敢这么干。你想一想，不要为了追求你的安全感，让别人没有了生存空间。所以你的男朋友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你知道吗？我们再说男生，其实这段感情你是不看好的，想跟人在一块吗？如果你觉得不行，尽早放手，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再说婚姻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你们想怎么活啊？没有个良好的人生，什么婚姻，什么安全感都没有意义。谢谢于老师。于老师可怜你说都没空间了哈。嗯，我觉得你空间太大了。没有啊。你不觉得吗？不觉得。我的天哪，你还要什么空间啊？随便跟一个异性喝酒就能喝到天亮。这个也只有吵架了。你不觉得吗？说结婚我都觉得可笑，你俩结什么婚呢？这样的男人你敢嫁呀？我之前就想着我要管他严一点，他可能会改。你以为你管得住吗？你以为通过结婚这个形式就能管得住他吗？你以为他结了婚之后就会变老实啦？太天真了，你都看不出来他在逃跑吗？他在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告诉你这个婚结不成。你说你觉得他把你当工具，还真的就是工具是什么呀？监控器。你就是在他心里是这个位置。所以你把你自己一个长得这么好看，然后又有这么好条件的一个女生的这样美好的一个形象，全部把它拉低到无限低。还有你以为那些每天过来加你微信的女生是觉得你有魅力吗？每天跟你喝酒能够喝到天亮的女生是因为你有魅力吗？不是因为你有魅力，是因为她们无聊，她们闲得慌。一吵架就出去找异性喝酒，吵架之后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想一想怎么解决你们两个人吵架的这个问题吗？那个异性能帮你解决吗？那你这不是在制造更多的麻烦和更多的问题吗？你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没问题，但请不要拽上另外一个人。如果不想结婚，就告诉他我现在没做好准备，不要拿什么彩礼和房本说事儿。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我觉得这么年轻的年纪啊，如果不合适了分开也不是啥大事儿，但是你们俩还真的都是挺大的事儿的，挺可怕的状态。不是你们结不结婚，办不办婚礼，还是分开的问题，是你们各自处在的位置和角色自己完全不清楚应该怎样去做，这个挺可怕的。半夜我就和人喝酒了，我就加人家微信了，我就和人家聊天了，有问题吗？你都不知道这是问题吗？那你还结什么婚呀？你就去继续自由着浪荡着呗，你爱加多少微信，爱怎么聊天，爱喝到什么样，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是一个即将步入婚姻还计划3
年内生孩子的人，多可怕呀！那你干脆就不要去结婚好了呀。女生也挺可怕的，你是特别闲吗？你没有工作吗？你没有人生的方向吗？你没有自己的乐趣吗？就天天守着他当他的监控器，咱能不能干点有营养的事儿？拜托你去把自己的人生规划一下。我需要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女人？你都没有想法。不是说23岁不能结婚，也不是说26岁的女生就着急非要结婚，而是遇到适合自己的人，彼此能够看到自己未来更美好的样子，这才适合在一起，才适合进入婚姻。谢谢。谢谢严老师。你们都在假装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就像女孩，你说你介意的是她出去喝酒，对吧？你介意的是她跟异性暧昧，对吧？但其实你介意的是他没有那么爱你，他不想跟你结婚，但你甚至连这一句话都不敢说出口，因为你担心这一句话一旦说了，你的担心就会成真。你明明知道，所以你才会去作，才会去想验证他是不是足够爱我。我把彩礼升到8万8，我要求房本写我的名字。我其实要的不是你的钱，我想要的是你的决心，能让我看到你爱我，你娶我是发自内心，而不是被我逼的。所以你盘查他，所以你盯着他，你就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每一次都被现实打脸。而你只是觉得我得娶她，你并不想娶她，你不想结婚，但你却又想要求自己做一个守承诺、负责任的男人，但内心充满挣扎，心里有一个声音说：我才22呢，我还想玩呢，但是女朋友非要接，我问问我妈去，万一我妈反对呢？但是真不巧，你们的家人居然都没反对，你没有救命稻草。你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去结这个婚，所以内心好难过啊。于是只要女生盯你，就给你找到了一个理由，是你逼我的。诚实一点吧，小伙子，你想跑的不是因为他管你，而是因为你想逃离不得不结婚的命运。女孩，你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挺有意思的，问你为什么要结婚，其实并不是因为一切成熟了，而是你说了一句因为时间差不多了。你一方面也没有太准备好说我为什么要结婚，但另一方面你的脑子里头或者你身边人都在提醒你，再不结婚，再不早点生孩子，你将来可能会怎样会怎样。所以当他说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巨大。你一边说我不是生育工具，但一边又因为自己到了最佳生育年龄，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而惴惴不安。你一心想把这个小男孩变成一个男人，让他能称得上你接下来的人生，所以你拼命的管教他，拼命的改造他，但你们俩都做不到，因为他真的就是个男孩，不只是年龄上，他的心智上也真的就是个男孩。我觉得你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也不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你们应该分开，然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那个人，放过彼此，反而可能可以成就人生。谈恋爱其实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人，步入婚姻啊。女生，你有没有觉得，你把婚姻当成一所监狱了？婚姻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就是通过婚姻改造一个人。对吧？我要改造一个二世祖，我要改造一个我认为沾花惹草的人，那你干嘛呢？你不累吗？所有的婚姻是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否则就会变成监狱。男生我觉得就是坦诚的面对自己，不再爱了，或者我还爱，但是我不想结婚，直接说出来，这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好了，剩下的时间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希望你以后就是不跟我在一起了以后，跟其他人在一起，也不要像对我这样对其他人。你这个做法，我真的是觉得对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公平的。你不能当一个监控器啊，监视我的生活。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能我还年轻，
是吧？我也觉得你还年轻。姑娘，你想多了啊！他再找一个女朋友，也许做监控器的是他，被监控的是他的那个女朋友。你操心的太多了，你现在最应该操心的是你自己。不要拿人家监控你来说事儿。不爱了，不喜欢了，不想娶了就直接说，那么虚伪干嘛呀？多没意思呀！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哎。看看这对年轻人有没有勇气，做一个最真实的面对这段情感的选择。请开门。啊，坦诚的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会多好。祝你们幸福快乐，找到你们真爱并且也爱你们的那一个人。